你这……你别拦着我，我明儿才去呢。要是我受了一次伤害，换来这么一靠谱的哥们儿，我觉得他值了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我的戒指掉进去了。啊？戒指掉进去了？你怎么搞的？这好端端的，怎么把戒指掉到水池里了？不是要洗澡吗？我就把手尾和戒指拿下来，然后就不小心就滑进去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你别着急啊，我给酒店打电话让他们来找。对，好的，3零2房间，麻烦你了。别着急，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。马上来有什么用？这是我们的结婚戒指，掉了多不吉利啊！你是不是存心不想跟我结婚？珊珊，你别这么想，你现在也别跟我吵。所有的事儿等戒指找回来，咱们再说好吗？谁能保证找到？万一找不到呢？我说能找到就一定能找到。退一万步，就算找不着，我重新买一个，行吗？重新买一个？你怎么说的这么轻巧？我万里迢迢从美国回来，买了结婚戒指，你说大戴不上，我二话没说，立马又去买了一对新的，结果你却给弄掉了。袁浩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自从我回国跟你提出结婚，你非但不起劲儿，你整天一副阴死阳活的态度。还是我主动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要结婚了，你今天竟然把戒指给弄丢了，我真的怀疑你是故意的。珊珊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你这是在怀疑我的人品。就算我不想跟你结婚，我也不会故意把戒指弄丢吧？你就是故意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。你要是真的在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，你怎么可能会宁愿去给毛小春当替身男友，也不会主动给我们俩买一对结婚戒指？你要是真的在意我，你怎么可能就随随便便把我给你买的东西就掉了呢？你提毛小春干什么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？不就是丢了个戒指吗？你用得着这么歇斯底里来诋毁我吗？说来说去还是我的错了。袁浩，这10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告诉你，戒指找不到，我们就不结婚。不结就不结。你说什么？原来如此，你终于把你心里的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我无话可说。4楼以下的管道设计是有问题，以前的客人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，都找不到了，只能不了了之。这件事是你们自己不小心呐。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不想负责任了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，因为水管是直接向下的，连通城市污水管，我去哪里给你找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这个戒指没有直接掉到城市的排污管，而是卡在了2楼或者1楼房间的管道里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把201和101的房间都开了，我一个一个房间找，行吗？201现在有客人呢，我怎么能把他赶出去呢？再说了，现在这个时间，工程部的人都下班了。工程部下班你不用管，我可以自己打电话找工人来。
你能不能陪我去一下2楼？我们去跟那个客人商量一下。好吧，我陪你看看。What happened? Excuse me, could you? My sincere apology to bother you. I stepped upstairs. I lost my wedding ring just now when I was washing hands, and quite possibly it is stuck in the pipe of your bathroom. The wedding ring was picked by my fiancée, and it means a lot to me. If you don't mind, I would wish to ask the hotel maintenance to search for it. Ah, not a problem. So to say, it's always there is a pretty woman behind the wedding ring. I really understand it. As for me, I also just got married, so I wish I can help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, thank you. 回来了。珊珊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我是你妈呀，你有事没事我看不出来呀。怎么又跟袁浩怄气了？我不想说话。珊珊呐，有什么委屈跟妈说，妈替你做主。啊？袁浩把我送给他的结婚戒指掉到宾馆的下水道里了。啊？你们俩开房了？本来好好的气氛就被他给毁了。这个戒指掉了，是晦气啊，不吉祥。我跟他说，戒指如果找不到的话就不结婚。他竟然回答我，不结就不结。那怎么行啊？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帮他戒指套上了，怎么能不结婚呢？妈，我告诉你，袁浩已经不是我心里那个袁浩了，恐怕我也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珊珊了。10年了，世界都变了，人能不变吗？那他人呢？说是在找戒指，他找什么找？他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，演戏罢了。妈，你干嘛？啊，我有东西落在姐妹家里了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Have you found it? Yeah. I'm so sorry for troubling you tonight. Okay, no problem. Thank you very much. Okay. Good night. 老袁呐，我这个点儿不请自来，真是冒昧了。都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话你直说。说来说去啊，还是珊珊跟袁浩的婚事啊。那个时候你在医院呢，我也不方便多说。你看，我们回来都多少天了，他们俩的婚事儿，总得给个说法吧？哎，你们该不会觉得是我们珊珊嫁不出去吧？这一直拖，一直拖，哎呦，怎么感觉好像有点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？哦，老庞，你这话可就严重了。你这珊珊多好的姑娘啊，是吧？这我们那晚饭珊珊是在我们家吃的，然后啊跟袁浩一块儿高高兴兴的出去了。那我就不知道你这些想法他是怎么来的呀？后来发生的事儿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你们家袁浩呀，把珊珊给他的结婚戒指给丢了。哟，哎，这只怪我们家珊珊呐，太老实、太懂事、太给你们家袁浩留面子了，所有的苦水啊都往肚子里吞。老袁呐，你今天给我一句痛快话，这个婚到底是结还是不结？从来也没有说过这婚不结呀！啊，那你看今天晚饭的时候，珊珊还问我护照的事儿，我表态了，是吧？可是那结婚毕竟是孩子们自己的事情，那最后的主意还是他们自己拿呀。既然问题不在你身上，那就在袁浩那儿。你作为他的父亲，你有责任说服他，要给我们珊珊一个交代。如果同意结婚，就马上办，别再耍滑头了。妈，你回来了。是我。
门没锁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别生气了啊！你看，把戒指找回来了。下水道里找回来的东西，你不嫌脏啊？你不想听听我这戒指是怎么找回来的吗？你不想问问我在给谁写邮件吗？你在写什么呢？我在给律师写信，我要告酒店。你慢慢看吧。不是，戒指都已经找到了，你告酒店干什么？东西掉在了卫生间，酒店有义务帮忙寻找。卫生间洗手池的下水口设计有问题，所以才导致了物品的掉落。就算东西找回来了，酒店必须对我们道歉。是我自己不小心把戒指掉在洗手池里了，跟酒店没有关系。元浩，你在帮谁说话呀？我告诉你，这要是在美国，赔死他们了。OK， 我知道这是在中国，所以我让律师说得很客气了，只要求道歉，没要求赔偿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刚刚找这个戒指我花了多大的力气吗？酒店很配合，这么晚了，他们的工程部已经下班了，我自己去外面找的工人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异议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自己请的工人？是啊。钱谁花的？当然是我花的钱了。你没事吧？我现在必须让律师加上一条，所有的费用都必须酒店来出。不是，珊珊。珊珊，我以为我把戒指找回来你会很高兴的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斤斤计较，小题大做。这就是我们的理念有差异。遇到问题，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律手段，然后才是私下解决。你觉得东西找回来就 OK 了，但是我觉得酒店必须为他们的管理失误付出代价，因为很有可能以后会有客人遇到相同的问题。我这是出于公德心，做人不能太自私吧。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把这枚戒指找回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戒指对我们很重要。你却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追究酒店的责任上。我不知道你纠结的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对我们有意义吗？我这叫法律意识，因为这些事情根本不需要我们自己解决，交给律师就可以了。你等律师来了，戒指都不知道被水冲到哪儿去了。我把戒指找回来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我建议你删了这封信。你就是故意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。这就是我们的理念有差异。遇到问题，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律手段，然后才是私下解决。哎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妈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我到袁家去了，去给你讨个说法。妈，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你就这么冒冒失失的去了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反正呢，今天我已经给老袁下最后通牒了，他也答应去办护照了。哎，总之啊，我压也得把他们父子押到美国去结婚。妈，你有什么权利替我来做决定？哎，这不是我们回来的目的吗？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婚我不想结了呢？珊珊呐，你是不是气昏了？这种话可以说的吗？我很清醒，这么多天了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今天晚上戒指的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索，问题不在这儿。我突然觉得，我不想和袁浩结婚了。那你10年不白等了？还有这些天的心血不全白费了？哎呦，珊珊，我真被你气死了！这些话
关着门说说就算了啊。妈，你别劝我了。结婚是个理性的决定，可总得跟着感觉走吧。我回国这么多天了，所有的感觉都不对了。其实这婚结不结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反正我不会再求着他跟我结婚，我伤不起这个自尊。哎，呀，那个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天哪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晚上睡不着，我出来吹吹风啊。你大晚上不去陪你女朋友，你出来溜达什么呀？我刚从他家出来，挺巧啊。是挺巧的。哦，对了，那天你帮我演那出戏，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。不用谢，没穿帮吧？没有，他们可喜欢你了，回去一直说你好话。这下好了，至少半年之内他们不用再催我结婚了。你爸妈都是好人。是啊，我觉得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妈妈。其实我骗他们，心里还是挺难过的。可是我实在没办法。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和那个什么曾健好了这么久，也没安排让他们见一次面。幸亏没见面，要不然他做出这么恶心人的事儿来，我怎么交代呀我？那你也不能就这么一直瞒下去吧，总有一天会穿帮的。能瞒一天是一天吧，我现在一堆烦心事儿呢。别烦心了，昨天那顿饭你还赚了呢。我赚什么了？你赚了个亲人啊！我答应你爸爸了，要像亲人一样的照顾你。听你这口气，是说出来后悔吗？虽然我是喝多了才说的这句话啊，但我是个男人，我说到的我一定会做到。真爷们儿哎！哎，咱俩做哥们儿吧。行啊，反正你也挺像男人的。不跟你计较啊！现在是我人生的低谷，人总要感谢在低谷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。谢谢你啊，哥们儿。什么低谷？不就失恋了？一个人多好呀，自由自在的，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。是啊，我也觉得不就是失个恋吗？分都分手了。可是今天我在医院，我又看见他们了，我还莫名其妙被那女的又骂了一顿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口我说不出，我还得在他们面前装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能懂那种感觉吗？我想知道那女的在骂你的时候，曾健在干嘛？他们俩有一腿，他能说什么呀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到底是看上他什么了？你自己不是眼科大夫吗？你眼睛瞎了吗？我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还骂我呀？落井下石啊！是哥们儿吗？你现在缺的就是一个在身边骂你的人，能骂醒你的人。要不这样，我明天去趟医院，我揍他一顿，我替你出这口气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别去了。怎么着？你别看我长得挺斯文的，我挺能打的。你打不过他，我打不过我也得去啊，要不然怎么能叫哥们儿呢？不是你万一让人打残了，你怎么办呀？我受伤了也没关系啊，那不是在医院吗？离抢救室近。再说了，这医院里那么多医生都是你熟人，我不可能挂在那儿是吧？就算我受伤了，我可以告他呀，我找律师，我告诉他。我找什么律师啊？我怎么会被他打残呢？应该是我把他打得满地找牙，我就让医院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曾健的真面目。你别再犯傻了，我不会再让他欺负你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是你的哥们儿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你明白了吗？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你记住了，你记。你别拦着我，我明儿才去呢。要是我受了一次伤害，换来这么一靠谱的哥们儿，我觉得他值了。谢谢。
叫你别乱动，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呢？哎呀，老待在家里边憋得慌，出去转一圈，活动活动，顺便把早点买回来了。你就是不听话。杨好，今天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我想让你陪着我呀，把护照的事办了。你真要去美国了？昨天晚上我不是把这事儿给挡了吗？躲得了初一，你还能躲得了15啊？你跟珊珊到美国结婚定居，那我能一个人老待在这儿啊？你着什么急呀？我还没答应跟他结婚呢。元好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俩都处了10年了，总得给珊珊一个交代吧？这女孩子，她能有几个10年呢？男人呢，年纪大点没事儿，这女人她不一样。昨天晚上，我把户口本、照片什么的都准备好了，你要没空啊，我就自己去办。爸，你不用为我妥协，你真的离得开上海吗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现在不想跟珊珊结婚。昨天你回来那么晚，是不是又吵架了？女孩子催得紧，脾气可能大一点儿，可你是男人呢，你得让着她。这不是让不让的问题。他这次回来，我们俩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去了。你知道10年的时间、环境和经历能让一个人改变许多。我和他的感觉和10年前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真的不适合做夫妻。哪儿有那么严重嘛？爸，你要相信你的儿子。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这事我能处理好。护照你先别办了。这房子大小啊，正合适啊。这家具装修也都是新的，窗外还能看见黄浦江，哎，真挺好的。毛姐，我跟你说，这租房子啊，它就得看缘分。你突然要换2房的，要求还那么高，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？还好了，我在别的公司里有个哥们儿，手里就有这么一套房，人家都要交定金了，我生生给抢下来的。现在您能满意，哎，我也算松口气儿。不是啊，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，就是这个价钱有点太高了。我就是个普通的大夫，我闺蜜来上海是找工作的，我们都不是有钱人。这个租房子嘛，还是要精打细算一点的。毛姐，您这会儿还跟我哭穷呢？哎，就这个地段，这房子您也看了，这种品质，上哪儿找去啊？这会儿再要杀价，我没法跟人房东说呀。你这么聪明伶俐是吧？减去10%不是什么事儿，可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水电费、交通费，这些全都有了。哎，你可得帮帮我啊！你怎么骑摩托车来了？我的车送去保养了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喜欢卖帅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不能骑摩托车，多危险啊！我现在很少骑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把我叫到学校来？我毕业10年了，从来没回来过，我就是想让你陪我来看看。这10年我也是第一次回来。现在放假，学校还挺安静的。可是我还是喜欢以前上学时候的热闹的校园。
所以今天你穿的跟学生一样。我想找找以前的感觉。你看你穿这一身，跟我一点都不搭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每次看到你，我都很激动，我要让自己冷静冷静。讨厌！你看你一身臭汗的，怎么也不换件衣服啊？哎，你干嘛总穿这一件衣服啊23就是爱衫啊，我恨不得天天都穿。幼稚！你能爱我多久啊？当然是一辈子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保质期的，爱情也不例外。我知道，你不就是爱看王家卫的电影吗？那个是《重庆森林》里的台词。我们的爱情保质期起码有1万年。我不要1万年。你能爱我10年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去美国留学。如果10年以后你还爱我，我们俩就结婚。没想到我们居然坚持了10年。你说这10年，是都没有遇到让我们更心动的人呢？还是说，我们本身对爱情都抱着信念和理想？应该是后者。我们都没有事业。
10年了，我在美国打拼，最艰难的时候，每天打好几份工。他们有人笑话我，问我你这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说，我要和我的男朋友结婚。这10年，我和我身边所有的异性朋友说，我有一个女朋友，她叫珊珊，她在美国等我。10年了，我买了房子，有了绿卡，工作也很好，我也应该算是成功了吧？你也不错啊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做到了公司的高管。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，可现在说到结婚，你却一直在逃避。你不觉得我们都变了吗？你还记得10年前我在这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我记得。你说，在这世上，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，爱情也不例外。所以这么多年，我是在想象中完成了对爱情的寄托。这10年，我们都和对方谈了一场幻想中的恋爱，我们都把爱情符号化。所以现在梦醒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当你不能够再拥有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忘记。我想回美国了。你会恨我吗？我不恨你，我想明白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俩都变了。一开始我还不敢承认这个事实，我今天终于能够坦然接受了。我已经给律师写信了，让他放弃对酒店的追究。我知道，你是为我妥协的。有些事情能够妥协，有些事永远不能够妥协。我是不是让你很失望？说实话，真有一点儿。但是现在讨论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谁让我们两个都不是肯迁就对方的人呢？我回去都是因为这次回国的各种不适应。你知道吗？我老板听说我提前结束假期回去，他都高兴死了。他有可能给我升职加薪呢。我下一个目标是财务总监。那你妈妈呢？跟你一块走吗？她还是喜欢上海，那就让她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吧。对不起。想什么呢你？要甩也是我甩你。
等了我10年，这说明你还是一个很靠谱的人，所以你没有对不起我。谢谢你。不许再骑摩托车了，多危险呐！我答应你。我们分手吧。你也是这么想的，是不是？谢谢你，把分手的话留给我先说。我对不起你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我选择放手是因为我爱你。元浩，我爱你。分手了？对，分手了，和平分手。不过我和元浩说好了，我们做不成夫妻，永远是最好的朋友。别傻了，做不成夫妻还怎么做朋友啊？说，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他提出来的？哎呀，这个已经不重要了。妈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是他配不上我。我需要的呢，是一个让我仰视的男人。可是珊珊呐，你可是跟他谈了10年了，你的青春全耗在这上边了，你现在跟他分手，你亏呀！那还有什么办法呀？他不愿意去美国，我也不愿意回上海，我们俩都不想耽误对方，所以分手是最好的选择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原来想啊，最坏的打算，也就是你们2个人结了婚之后两头跑，怎么会搞得连婚都不结了呢？妈，你不会是怕你女儿嫁不出去吧？不是，可是元浩我喜欢呐，而且我跟辛家公也处得挺好，原来都想得好美的，你们2个人就不能互相妥协牺牲一点吗？他不愿意妥协，我也不愿意牺牲，无疾而终，也许是分手最高的境界吧。我怎么就觉得我女儿像是被别人抛弃了呢？没有，这个事儿有蹊跷。你跟妈说实话，元浩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？妈，你别往这方面想。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元浩不是这样的人。哎呀，反正我机票已经订好了，我先回去。那你就和你这些上海的老姐妹，在这儿多玩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珊珊呐，你可是跟他谈了10年呐，10年的青春呢，你同意啊？做妈的还不同意呢？妈，我都已经想通了，你还有什么看不开的？就是看不开，我不甘心，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好你个元浩，我明天就去找他，我要他给我个说法。我女儿，珊珊，珊珊，珊珊，你还好吗？啊，我没事。这样。明天我去机场呢，
你就不要去送我了，省着你又哭哭啼啼的，好不好？还有啊，你千万不要再去找袁浩了，啊，也不许去找袁叔叔。对了，袁浩答应我了，他说我不在上海的时候，他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谁要他照顾？珊珊，你越是善良，妈就越觉得你受委屈。妈，我不委屈，决定是我自己做的，没有人逼我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嗯。喂，我到了。你来晚了，我已经进关了，你又错过了。最后一次，我不会错过。你还是来了。你今天穿的这衣服怎么跟机场的工作人员那么像啊？所以我们分手之后，我在你眼里就成了一个路人，是吗？你放心，你在我眼里永远都不会变成路人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跟我一块儿回美国吧。重新开始吗？可以吗？真的假的？我逗你的，瞧把你吓的。哎，这样啊，我们俩还是老样子，一周发个邮件，有空打个电话，好吗？还有，你要是有了女朋友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很大度的，我会祝福你们。你也一样。嗯。结婚戒指摘下来，给我留个纪念吧。这个给你留作纪念，这个是我的纪念。没想到我们还是交换了戒指。挺好看的。我特别喜欢。泰坦尼克号的最后一站，希望不是我们俩的最后一站。还会再见吗？当然了，下一次我会带着我的男朋友一起来见你。姓袁的，你儿子把我女儿抛弃了，这账怎么算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谁把谁抛弃了？你们家袁浩把我们家珊珊给甩了，他们两个分手了。分手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袁浩从来没跟我说起过呀。你少装糊涂了！你们是不是串通一气呀？就等着这一天呢？你这天地良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们两个人结婚我是同意的呀。你少来这套了。说的好听呢，你护照办了吗？你如果态度坚决，袁浩敢不听你的话吗？根本就是你有问题。哎呀，老庞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那你要我怎么说？我早就说了，孩子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。现在出了问题了，你找我兴师问罪，这也太不近情理了，是不是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件事情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老庞，你别着急，消消气啊！等袁浩回来，我把情况问清楚，说不定还有挽回的可能啊！人都已经飞了，还挽回个屁呀！你这把年纪白活了。那你年纪也不小了。
那你说话就不能嘴上留点德？我们家女儿的青春全都毁在你们家手上了，我出气骂人不可以呀，不可以呀！你就在这儿等我。嗯，好。安总，正好没人，我们可以开门见山的聊。坐。今天我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：你到底想把我女儿怎么样？安总，事情呢，我都已经跟艾希解释清楚了。为什么？就为了那个当众打你、让你出丑的女人吗？不，您误会了，这事儿跟毛小春没关系。那我就不明白了。艾琪那么喜欢你，那么需要你，而且我也答应了你们的事情，把她托付给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对她好一点？你知道她现在非常伤心，我希望你下班能够陪陪她。好好的跟他解释解释，我相信他会原谅你的。安总，我不想冒犯你，我也不想欺骗艾琪。我们在一起不合适。三亚那个事儿，我对不起他，我也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你们怎么惩罚我，我都接受。但是，我跟艾琪不可能在一起。总监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别以为你这三言两语就能把我给打发了，这事儿我会管到底的。朱哥，你这咖啡馆可够气派的了。这涛哥，涛哥，涛哥，嘿，你这小家伙嘴挺甜的啊，有前途。我听我们袁总说您是他的铁哥们儿，那你肯定知道我们袁总手里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——草原油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你朱哥吹点这东风了。哎，对，瞧你那个坐着说话，我这边痒的脖子难受。第一，记住叫涛哥，别光长个儿不长记性啊！涛哥，涛哥，您看您这打扮，这长相，一看就商界精英。别跟我这灌迷魂汤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今儿到我这儿来，是不是想从我这小店里边搬点什么走啊？涛哥一看就名不虚传啊。那这么着吧，我也不绕弯子了，有话直说。我们袁总在公司遭小人暗算，这总经理没当成。先不说他憋屈不憋屈，这自己最心爱的项目马上就泡汤了。你说作为心腹的我，能不挺身而出吗？想必你也能拔刀相助，哎，不会袖手旁观。哎，这大忽悠是你亲自培养出来的啊？留神啊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。不拍，我见着前辈我都使劲往上推。说完了吗？啊，不是我让他来忽悠你。我这项目呢真的出点问题，我不是来跟你借钱的，
你不是朋友多吗？替我打听打听，有没有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家，能给我赞助一下？对，我不是来要钱，我跟袁总一个意思，是想拉拢拉拢人脉。哎，这珊珊在纽约不是混得挺好吗？你看看她那边有什么资源没有啊？两头这一整合，这样你视野也宽了，然后市场也开拓了，你说呢？我刚跟他分手。啊？就这么分了？你还别说啊，你们两个人分手我一点都不奇怪。就你们两个人这个10年的异地恋，如果能走进婚姻的殿堂，那才真是奇闻异桩。袁总，你这都谈了10年恋爱了，突然一下分手，你伤不伤心？不伤心，就是有点伤感。不过我也挺佩服你的，这一个恋爱能谈10年，还隔着太平洋。哎，要换我呀，我估计1个月都受不了。所以你们这些小孩啊，真是，爱情来得容易，但是根本就经不起考验。那2位哥哥给我点经验呗？哟，我们能给你什么经验呀？现在啊，就数你们20岁这帮孩子最精最贼，你没听说过吗？90后干倒60后，80后干倒70后，对吧，袁浩？啊，对，你说什么都是对。什么叫我说什么都是对的呀？我说什么都对，我还能让人算计了呀？你被谁算计了？还能有谁呀？你说啊，前几天把我那银行卡歘歘歘刷爆了市。那你不赶紧挂失，然后报警啊？报什么警？那是你嫂子。哦，不过他们离婚了。啊？在我看来，简慧心里还是把你当老公，要不然怎么会随便刷你卡呀？我恭喜你啊，复婚指日可待。哼，复婚发他的春秋大梦去，不可能。哎，你要想结婚啊，你可以赶紧找一个麻利的，赶紧结了啊，你别拉我下水。我这刚变成光棍，我跟谁结婚呀？那好啊，欢迎你加入我的光棍俱乐部啊！哥哥们，我今天是来向你们2位取经的，怎么变成听你俩的笑话了？代沟，带沟里去了。